嗨，大家好。据海关总署8月公布的数据，今年前7个月，中国共出口了22735吨稀土，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5739吨。而单单7月1个月的出口量更是跌至1620吨，同比大降69.1%，近70%。而澳大利亚的稀土开发公司莱纳斯在美国国防部的资金支持下，准备与美国企业合作，在德克萨斯州建立能够生产和加工重稀土金属的工厂。简单来说，美国为了避免被稀土出口具有垄断地位的中国卡脖子，准备跟他在五眼联盟中的忠诚小跟班澳大利亚一起构建稀土的一条龙生产链。那么，为什么世界稀土出口市场中国可以一家独大？中国这种能力又是从何而来？稀土可以成为中国反制美国的一张王牌吗？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首先来给大家明确几个概念误区。第一个，此前的中美芯片战时，经常会有人提到半导体行业中从稀土到芯片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之类的科普文章，让人们下意识地认为稀土是芯片制造必不可少的原料，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进而得出结论，中国可以透过限制稀土的出口，达到使芯片制造行业无米可吹的境地。但这种说法实际上是错误的。事实上，芯片制造的主要原料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沙子。脱氧后的沙子，尤其是石英，最多可以包含25%的硅元素。硅元素以二氧化硅的形式存在，这才是芯片制造的原料来源。这东西稀少吗？当然不。而且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芯片之所以难做，其原料、研发、流片甚至量产与否都不是最关键的衡量指标，良率才是。芯片能被制造出来，有多达几千道的工序。而将沙子脱氧、提纯并净化，得到半导体制造所需要的规定，也只是几千道工序之一而已。更何况，这个沙子跟我们今天介绍的稀土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普通人可能会觉得沙子、土不都一回事吗？但你是土儿，我是沙，芯片制造不搭嘎。硅是一种非金属元素，从它的偏旁部首就可以看得出来，并非金字旁。而稀土则是一组金属元素的简称，包含化学元素周期表中蓝系的15种元素，外加抗、乙，共17种。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电子、石化、冶金等众多领域。如果说石油是工业的血液，那稀土就是工业的维生素。而且这17种元素的待开发潜能还在不停的挖掘中。现在几乎每隔3至5年，科学家们就能够发现稀土的新用途。每6项发明中就有1项离不开稀土。这17种稀土元素已经很珍贵了，但其中还有高低贵贱之分。由于它们的化学性质存在差异，对于分离工艺的需求也不同，稀土元素被分为轻重2组。如图可见，轻稀土8种，重稀土9种，而这9种重稀土的规模却仅为轻稀土的1%。正所谓物以稀为贵，重稀土的价值也就更高了。另一个让人摸不清头绪的是，我们在很多新闻报道中经常会看到中国的稀土储量全球第一，占世界的37%，但有些报道中却说储量只占到23%，而还有一些报道更夸张地说占世界的近90%。一份储量这么多表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以上这些数字严谨地说没有一个是准确的。下面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先来看90%，这个数字如果指的是稀土加工后的产量勉强可以，但如果是储量还有这么多吗？其实也不算完全错，只是时间上不对。几十年前，中国在内蒙古包头白云鄂博勘测出上千万吨稀土，当然这里主要是轻稀土。当时除了中国，其他国家已发现的储量极少，因此再加上后来江西、广东等地重金属的陆续勘探，中国的稀土储量占当时全世界已发现稀土的8-9成，倒也不假。但这毕竟是几十年前的老黄历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发现的稀土储量已从当初的不到2000万吨增加到现在的超过1吨。中国的储量虽然增加了好几倍，但中国以外的新发现稀土储量也增加了足足100倍以上。中国的稀土被摊薄了。所以2012年时，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稀土状况与政策白皮书》中提到，中国的稀土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23%，但却承担了全球90%以上的市场供应。这里要注意的是，中国储量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刚才提到的被摊薄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稀土10几年的大量开采而导致。1992年，中国曾经提出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这2样东西都是战略资源。那为什么中国还要大量开采和出口稀土呢？最直接的原因，没钱啊。当时的中国还不是世界工厂，仅有的那点外汇还要去买苏-2系统军备，如何换得大量外汇呢？那就只能将最优质的稀土矿石出口海外，而且能够出口的公司又很多。中国公司和中国公司在争夺市场时自己杀价，
造成了稀土价格快速跌成了白菜价。所以说，我国的稀土一直是被贱卖，这种说法一点毛病都没有。而这些国家却阴得很，从中国买到廉价稀土后，作为战略物资储藏起来，而自己国家的稀土资源却动都不去动一下，因为一旦采光了，就真的没得玩了。所以中国到2009年也意识到稀土资源的过度浪费会动摇国本，进而为了规范开采和保护环境，启动了出口配额和出口限制等措施来减少稀土出口。这一下就惹毛了美、欧、日等国。我在你这儿吃霸王餐这么多年了，你现在还敢跟我收钱了？所以美、英、日、法、德、意等等一纸诉状将中国告上了 WTO， 八国联军又来了，而且还气势汹汹。结果中国败诉。当时的中国可没有现在美国人的底气，可以四处玩退群。中国想要重新复兴，自绝于世界是办不到的，所以只能按照 WTO 的裁决取消稀土的出口配额和出口关税。那么面对国际的压力，我们如何既保证国有稀土资源不被过度开采，又能按照 WTO 的要求使出口量达标呢？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稀土进口。中国可以从国外进口大量稀土原料，在中国进行加工，再以成品的形式卖出，这样就能达到既保护又达标的目的。西方国家想要中国的稀土可以，但只能是加工制成品，原料想都别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既是稀土开采出口的第一大国，又在稀土进口上世界第一的原因了。好，说完了23%，后面怎么又出来一个37%呢？这数字忽上忽下的又是怎么回事？这个数字从哪里来的呢？我查了一下，37%来自于2019年中国稀土产景全景图谱，里面提到中国为全球最大的稀土储备国，稀土储量为4400万吨，超过全球的1/3，为37%。其次是巴西、越南、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储量占比分别为18%到1%。全球稀土资源供应呈现出一超多强的多元化格局。注意，美国只占1%，这就奇怪了。刚才还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稀土状况与政策白皮书中明明说的是中国稀土只占23%，怎么到了这个全景图谱就猛增到37%呢？原因很简单，这个数字是美国人提供的。注意这幅图的左下角，资料来源是 USGS， 即美国地质勘探局。一个小小的地质勘探局又是如何知道世界其他国家的稀土资源到底是多少呢？勘探评估可不是所有国家都允许你美国人去人家家里随便勘测的。其次，勘测的评估值通常都会远远小于实际开采量，有些甚至差了几十倍。而且我们知道，美国本土是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稀土开采的，偌大的美国只有1%，你相信吗？这就跟此次新冠疫情一样，有些地方不进行检测，当然就没有病例，这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这份报告的目的只有一个，你中国依然是世界稀土存储量最大的国家，所以你对世界稀土的贡献当然也要最大了。美国人的这一手够阴损的。其实世界上稀土存储量远比这1亿多吨的总量高得多，待开发的处女地太多了，所以无论90%、37%还是23%都不准确。中国稀土储量的世界占比远远小于这些数字，而且图表中也明确显示，并没有包括朝鲜和日本新发现的稀土。提到日本就多说两句，日本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前，一直都是全球稀土消费的头号大国。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尤其是高科技领域，对于稀土的消耗自然是巨大的。但贫瘠的日本四岛稀土储量又是极为匮乏，这样就将目光瞄向了中国。1972年，中日建交，随后日本首相带着庞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国。但让中方颇感意外的是，这些日本人对包头钢铁公司的高炉矿渣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竟然敢用大米来换。这一下就把中国人搞懵了，这高炉废渣难道有什么门道吗？见中国人犹豫，日方又提出可以直接用外汇来购买。接待的中国人虽然当时并不清楚日本人的目的是什么，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的成语还是知道的，所以顶住了大量外汇的诱惑，没有立即答应。后来终于发现，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高炉废渣中，含有大量的稀土元素。稀土与铁矿石是共生矿产，将这些矿渣再行提取，就能得到珍贵的稀土资源。日本人的目的显然也是这个。虽然当时以中国的科技和制造水平，还远远用不到这么多稀土资源，但最终周总理还是拍板定案，矿渣不卖，存储起来留给后世子孙吧。那么这些高炉矿渣最后保存在了哪里呢？
它的去处将超出你的想象。这是内蒙古包头市的钢铁大街。大家不知道的是，这条8公里长的主干道下面正是铺满了当时封存下来的高炉矿渣，也就是稀土。那么日本没有忽悠到中国的稀土资源，自己又那么贫瘠，后来又是从哪里搞出这么多稀土来的呢？大家看一下这幅图，这是哪里呢？夏威夷？不是，夏威夷在这里。中途岛？不是，中途岛在这里。其实这里是南鸟岛，是日本最东边的一个岛，距离日本东京超过1800公里。日本竟然还有这么远的一个岛，看来二战后美国薅日本的羊毛，明显薅的还不够彻底啊！大家可不要小瞧了这1.2平方公里的小岛，它的附近海域下面竟然勘探出超过1600万吨的稀土矿，这还仅仅是最初的勘探结果。那即便如此，经过测算，其中蕴含的乙可供全世界使用780年，而D可供全世界使用730年。日本一下子发现了这么一大块宝藏，是不是从此稀土无忧了呢？并不是，面临的问题还不少。一个是深海矿产挖掘能力，日本虽有技术，但还达不到中国的能力。中国建造了世界唯一一艘深海采矿船，长227米，宽40米，排水量45000吨，与中型航母差不多大小，可以装载矿货达39000吨，并配有完整的深海挖掘配套设施、水下机器人、大型甲板吊车、直升机平台等等等等，可在2500米深的海底作业，而且还能够保障该船连续工作超过5年。这种深海挖矿神器让日本自然垂涎欲滴，想从中国购买，但中国却只租不卖。此前租给了加拿大，单日租金竟然高达130万人民币，注意是按天算的。日本求租若渴，肯出2倍的价钱，想租世界最先进的挖矿船，目的很简单，自然是为了南鸟岛的稀土。但日本想租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要想当年日本用大米换矿渣，现在中国自然也可以要求合作开采，挖出来的稀土嘛，自然也可以共享喽。其次，稀土的精加工技术。由于历年中国都是稀土加工品出口的世界之最，其精加工技术也领先世界。自徐光宪院士成功将串集萃取理论应用到稀土分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纯碱背烧法、浓硫酸低温背烧法等等5大提取工艺流程，这在世界上都是最先进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各地的稀土都要运到中国来加工为成品的原因。美日等国想要达到中国的精加工提取水平，短期内还做不到。最后就是这么一大块蛋糕，日本想要独享，谈何容易呢？老大哥美国首先就不会同意。刚才也提到了，美国准备跟澳大利亚合作，在德州建立能够生产和加工重稀土金属的工厂，自然是为了避免今后在稀土精加工上被中国钳制。美国的稀土储量其实并不低，但却放着不用而封存起来，此前一直从中国大量进口。面对小老弟日本的这块肥肉，美国人会轻易放过吗？当然不会。不知道以后是否会出现日本人用稀土去交保护费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综上所述，大家可见，中国在稀土的已知储藏、开采、进口、出口、消耗方面，全部都是世界第一，实实在在的稀土第一大国。但经过上面的介绍，这个第一确实来得有些心酸。毫无节制的开发只会耗尽中国稀土的元气。用一位日本右翼专家的话说，中国优质的稀土资源在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开采后，再开采的难度就会增大。我们等到中国用完了自己的优质储备后，我们将用10倍甚至100倍的价格卖回给中国。日本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不得不防。所以开采量世界第一这个头衔，中国不要也罢。不仅要减少自己的开采，而且要保护和封存起来。西方国家想要中国的稀土，可以把原料送进来，加工后再买回去就是了。那么稀土能否拿来作为武器呢？这个比较复杂。作为稀土的第一大国，当然是可以。但刚才也说了，中国还受到来自外界如 WTO 等的节制，明显不能滥用。所以当前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取得开采和加工优势之后，如何在稀土之战拿到如 OPEC 一样的话语权，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方向。玩过斗地主的想必都知道什么是王牌，只有掌握了话语权并实实在在握在手里的才是王牌。王牌在最后一刻祭出，变为王炸，才能给对方致命一击。毫无节制的滥用只会给对方以可乘之机，一手好牌也会打得稀烂。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